我哋北河飯店咧，個師傅每日就4點鐘翻工啦，5點零鐘咧就保持日日都有嘢食，因為呢度好多老人家，日日都朝頭早就嚟飲茶嘅。北河饭店，香港地区最廉价的粤式快餐店。近几年，北河在香港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让其出名的不仅是饭香菜美，更重要的是它的一張飯票。如果你唔攞中豆飯，唔攞起，食鳳咗排骨飯、食牛肉飯、食雞飯，隨得你揀啦。落唔落啲豉油啊？我俾住我。真係當錢。嗱，嗰老人家咧，我哋嗰啲券咧，由5點鐘到夜晚9點鐘都有得攞嘅，因為咧佢有陣時各個人嘅需要，佢有陣時食早餐嘅，咁如果外賣嘅咧，一張飯券咧可以有2個點心。为了能在清晨给食客提供一份既廉价又饱肚的美味早餐，身为股东之一的雷雪莉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每一天都坚守早市。咁我咧多數都係翻6點，咁啊明哥咧就翻10點。比起广州人的一盅2件，因为生活节奏的差异，同属粤语体系的香港人更钟爱于简单快捷的茶餐厅。通常一杯奶茶、一份煎蛋或者一碗面，就是他们的早餐。每天的早餐时间，饭店的明星人物就会准时出现，他就是陈卓明，人称明哥。明哥出生在广东番禺，年幼丧父，家境贫寒。1979年偷渡到香港，1983年来到深水埗北河饭店当粤菜厨師。就喺83年開始嚟呢度打工啦，啲老細移民咧，咁我哋幾個伙計一人夾啲錢嚟就頂咗嚟做啦。憑借勤奮務實的個性，明哥慢慢在深水埗開闢了屬於自己的事業，從一家餐廳發展到2家連鎖，直到2001年經濟危機爆發，明哥的生意一落千丈。大約係00年嗰段時間啦，就嗰年就蝕咗20幾萬，咁最後就揾一個股東翻嚟合作，經濟衰啲嗰時就工人都冇工開，咁直至到嗰段時間開始就研究咗廉價嘅快餐啦。北河飯店從中檔餐廳轉為廉價快餐，吸引了很多因經濟危機陷入低谷的民眾。北河燒臘的生意也慢慢好轉。咁我哋唔要求賺錢㗎，目標就係自負盈虧啫嘛。從2002年到今天，因為通貨膨脹，明哥的盒飯共漲過3次價，但它仍然是全區最低價的快餐。24塊錢的3菜1湯，比同區的茶餐廳低了1/3，實實在在地為附近的困難者解決了1日3餐。2008年，香港再次出現經濟危機，底層民眾的生活更加困難了。明哥萌發了免費派餐給困難民眾的行動，而這一行動一直延續到今天。行嗰度攞嘢，攞埋嗰啲嘢啊嚇。係，仲爭4個。係。先，係咁啊，俾埋你，我唔少。就排骨粒50斤，雞粉1箱，大黃2，好啦嚇，拜。一杯奶茶是明哥一天的開始，接着，明哥要到供貨商處親自挑選食材。雖然便宜，可他從來沒有放棄對食材的要求，廉價飯也要講究水準。
有時要睇下佢啲貨有冇對版先得咁啊要，嗰啲翼要幾大隻嘅，佢整啲細隻嗰啲嚟就唔啱用咯，變咗嚇。食材预定好之后，明哥回到了北河，开始进入午饭的准备工作。中午11点半，陆续有老人拿着饭票来领取午餐。豆腐啊嘛。飯券咧，我哋派飯嗰時唔夠派咧，咁我就哋啲飯券啦，咁攞唔到飯券，俾咗我哋嗰度攞咪得咯。我啲飯券流通量好大㗎，喺深水埗區啊，好似嗰啲麥當勞惠康券咁樣嘅啦已經。接近12点，北河饭店座无虚席，24块钱的3菜1汤吸引了不少单身顾客及孤寡老人。咁好多老人家都屋企都電飯煲都冇嘅，費事煮啊咁咯。如果買餸都買唔到咁滯，24蚊揀3樣餸。2小时的忙碌，解决了熟客们的午餐问题。简单的2口饭后，明哥匆忙地出了门。明哥匆忙赶来的地方是北河同行。北河同行是北河饭店的分店，这里每天只营业到下午4点半，打烊後就開始籌備免費派飯。其實就今日就係最後一日㗎啦，老人家派飯嗰度，咁我哋睇下研究下，我哋點樣繼續令到老人家繼續有得攞啦。嗰180個其實我哋本身有資料㗎嘛，咁我就登記咗佢先，了解你哋多啲，咁我哋都會另行安排啊嘛，可以啊。一番討論結束，明哥和志願者達成共識，從他一手創建的北河同行基金會裡拿出經費，繼續支撐180位老人每周的一頓晚飯。不僅出錢，連做飯明哥都親力親為。要浸嘅雞翼就要啊，因為如果你一次過滾咗佢熟咧，會鞋身嘅。即係出水喎，去咗嗰啲冰啊，同埋啲血水啊咁。有啲八爪魚仔啦，有啲雜手啦，食落嗰時有啲口感，咬落去就冇當當滑滑嘅呢啲八爪魚仔啊。下午5點不到，北河同行的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龍。你有身份證得㗎啦，啊！要有長者卡啊！志願者在忙碌地打飯、分菜、包裝，門口負責登記的同事也準備到位。5點半至7點，我哋會寫住㗎個卡地啊！唔該曬你，明哥，多謝曬你，多謝曬你，有係大家有食得最緊要。5點半，北河同行準時給老人家派飯。今天除了飯以外，每位老人還意外地收穫了一條圍巾。寒冷的冬日裡，老人家多了一份溫暖。哇，好 sweet 啊！多謝多謝。最緊要開心咯，一個人開心冇用㗎，要大家群體咁樣開心先有用㗎嘛。知足者貧亦樂啊嘛，就開開心心做人就得咯。我們身邊的大部分人都在為1日3餐奔波，明哥也不例外。當北河飯店熬過了困境之後，明哥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為貧困者解決1日3餐的問題。為180個孤寡老人解決完晚餐後，明哥坐下來已經是晚上8點。北河飯店的剩菜剩飯也是明哥晚餐的唯一選擇。今日大約收到幾多咗啊？咁樣100票啊？100張左右啊！假期啊，仲要整多啲餸添啦。年尾我哋都要準備啊！咁我年初1、初2、3、4門都話準備一啲惠康券啊，
等佢哋可以喺年初一、年初二都有飯食啦，開晚價。在广州 CBD 珠江新城，每天上午9点，白领们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。在这些高楼大厦旁，一群外卖行业的送餐员也准时上岗。王军伟是这个送餐群体中最年轻的一员，未满20岁的他，入职才1个月，是一名最初级的骑手。重新购买保护好我们的产品，避免发生清扫。大家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好。已有2个新订单未进行处理。10点上岗后，手机不断显示出订单信息，王军伟进入打鸡血模式。2016年，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1.5亿，广州市有近万人从事送餐服务。刘小姐，好，你的外卖，不客气。开始的时候像新手一样，也就跑5、6单嘛，毕竟路也不熟悉。后来越跑越多。对，好，外卖。好，不客气。王军伟的送餐范围在广州中轴线花城汇附近，周围写字楼林立，大部分公司并没有配套餐饮设施。高压工作下，白领们的午休时间最多只有1个半小时。为了压缩时间多休息，叫外卖成了许多上班族的首选。11点后取外卖是广州写字楼外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外卖服务让食客有了更多选择空间，也促成了许多传统粤菜行业开始提供快餐制作服务。荤素搭配的快餐，即点即炒的粉面高居点餐榜首，最受食客追捧。其中以提前制好的烧腊饭最为节约时间，成为上班族的首选。写字楼附近常可以见到烧腊店。广东人爱吃叉烧，秘制酱料腌制的猪肉经过慢火烤制，肉质软嫩多汁。更为简单的当豉油鸡莫属，将三黄鸡在豉汁中煮上20分钟便可捞出。从接单到师傅展件，不用5分钟便可完成一份快餐的制作。同样受青睐的还有广州传统的西关美食蒸肠粉、艇仔粥，多种食材搭配组成。午餐，一日3餐中最重要的一餐，是一天中体力和脑力承上启下的补充，不仅要吃饱，也要吃好。啊，对，好的，外卖，好，午餐1块啊。一份订单的送餐距离平均1.5公里，时间要半个小时，月送600单以上。王军伟最怕碰到的是喜欢给差评的顾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，我5分钟马上就到，不好意思，5分钟时间。有一些顾客比较着急嘛，我这刚下单也没多久，打电话来催一下。一个差评可能导致我们这个月扣一点工资。哦，好的，是啦，好，不客氣。我哋食個飯。壽司雞拼燒鴨。
赶场为别人送餐，王军伟自己的午餐往往要等到2、3点之后才能解决。下午，短暂的闲暇时光，王军伟会坐下来看看书。正在进修本科的他，读书之余，送餐员算是一份副业。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自由的工作。以前我是读那个土木工程的嘛，在那个从化那边实习1年，就是整天坐在办公室，感觉不太喜欢了。每天穿街走巷，王军伟觉得这份自由的工作可以让他更好地领略广州的美。身份的转变，也让他更能理解送餐员的辛苦。就有时送得很慢，我也想吐槽几句的嘛。现在做这行才知道，哇，这么辛苦。所以以后我点外卖会体谅一下这些骑士。Hello， 队长。哎，怎么样今天？累死人了，真是不想吐槽啊，单量太多了。单量多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晚上过来一起吃饭。好，行。夜幕降临，王军伟一天里的第2次送餐高峰期又拉开序幕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陈先生吗？哦。OK 啊，好，唔使，好 OK。唉。另一边，站长黄家伟开始张罗晚饭。同样是在广州打拼的黄家伟，最能懂得同事们每天都只能吃快餐的不易。喜欢下厨的他，早下班时会准备晚餐，要大家同吃。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做饭，但是也不是经常，有时候比较忙的话也没有时间煮。今天给他们做一个梅州特色的酿豆腐。忙碌的工作，做饭以食材简单易清洗，又兼顾营养为基准。玉米萝卜猪骨汤、清蒸鲈鱼、青椒炒肉片，还有最能体现家乡味的酿豆腐，都是黄家伟的拿手菜。晚上9点多，忙碌了一天的送餐员才算是有了歇息的气口。晚上超累。可以啊。多吃一点啊。围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饭，也许是独自在异乡拼搏的他们最大的归属感。夏末，在梅州梅县的小山村里，林丽妹家的柚子树开始挂果了。施肥长夏烧，现在正是沙田柚长个头的时候。施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。发酵半年的花生渣是柚子最好的有机肥料。用了这个呢，柚子是更甜，有蜂蜜的味道。我们每年呢是用了6次左右。梅州夏长冬短，光照充足，为柚子的生长提供了天时地利。作为全国最大的沙田柚生产基地，梅州柚子
在广东是出了名的好吃。4月初，柚子花开，林丽妹和丈夫每天都一早出门。柚子林里600多棵沙田柚，正是授粉时节。种了30多年柚子的林丽妹知道，柚子的生长光靠天时地利可不够，能不能结果还得取决于春天开花时的人为。雌雄同株的沙田柚花，雌蕊发达，雄蕊退化，无法完成自然授粉。为了保证产量，林丽妹必须依靠双手给每一朵花进行人工授粉。这一天就要授粉，一送田的里面呢就最重要的时间。如果一送田里面係唔授粉唔做下去，就一年都會冇收入喎。酸柚花去掉中间的雄蕊，轻轻将花粉蘸上沙田柚的花朵，一花授粉便完成了。这次授粉过后，就要静等柚子结果了。立冬前后，家家户户收柚子。今年雨水多，林丽妹和丈夫李淼金要赶在下雨前把沙田柚摘下来。落下個雨質呢，就水分過多，柚就會比較唔好食。成熟的柚子黄中带绿，以葫芦形或梨形为好，底部常有古铜钱大的环形印圈，内有放射钩纹，称为金钱底。整个果园4万多斤柚子，采收起来可一点不轻松。几十年来，夫妻俩靠种柚子养育了1双儿女。虽然都已成家立业，但两人依旧守着这片柚子林生活，不愿搬到城里去。柚子啊，吃梨那是好好吃。刚采摘的柚子还没熟透，略带苦涩，储藏10天之后味道更佳。而柚皮富含水分，这时用来入菜最好不过。剥开果皮，表面的油包裂开，会有强烈的辛辣香气。许多人因为柚皮的苦涩望而却步。林丽妹有自己的除味窍门。柚子去除硬皮后，切成薄片，放入水中煮开，待其吸水胀发后，放入冷水浸泡半天，挤出苦水就可以烹饪了。遍布通气口的柚皮，善于吸附其他食材的味道。柚皮鸭汤，汤清无油脂，特别适合秋日食用。与鸡肉、香菇、火腿摆盘同蒸，既有鸡肉的鲜美，又有火腿的咸香。林丽妹家最喜欢的做法是柚皮炒五花肉。五花肉炒香后，倒入制好的柚皮，柚皮最能化解油腻。以後柚皮又冇浪費，我拿起嚟做菜更好。哇，柚就喺度。不能上山的雨天，夫妻俩也闲不下来。蒜头剁碎，泡出来的蒜头水是消毒杀菌的天然材料。其實雖然今年的柚類係江山嘅柚類啊，質量講得好，假如你要泡到身體嚟食，要個兩皮啊，係咪個香？對保護皮膚很高。
1个星期后，柚子晾干了，套上装用的密封袋，放在消毒过的屋子里储存，既可以防虫，又能促进糖化。柚子皮会被果肉吸干水分，变得又软又薄，果肉越久越甜蜜，存放到过年都不成问题。